3月6号这一天，美国 TikTok 的用户突然收到了一个弹窗，这弹窗的标题写着阻止关停 TikTok， 下面写道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计划制定一个全面关停 TikTok 的这么一个法案。1.7亿TikTok 用户的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在受到威胁，赶紧站出来讲话吧！给你们所在辖区的国会议员打电话，告诉你们 TikTok 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请他们投下反对票。下面呢还贴心的贴了一个这个红色的按钮，那红色按钮下面写着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如果你摁下去的话就会自动链接这个 TikTok 用户所在辖区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好贴心呐！那你想想 ，TikTok 在美国有1.7亿的用户所以当天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还在问，他说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国会议员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它的整个制度框架是一个精英制定出来的也是精英在统治但是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实际上对这一套精英治理的国家体系的运转也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听说，哎呦，TikTok 好像要被禁止了，那不行，那每天刷小视频的时候看美女、看动物，这很爽这怎么能禁止呢？所以他们就会给国会议员打电话，但打电话的过程中，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东西意味着什么话说这个 TikTok 为什么要号召美国的用户给国会议员打电话呢？其实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3月7号这一天，美国众议院下面有一个委员会叫商业与能源委员会即将要对一个法案进行表决。这个法案的名字就是防止敌对国家政府控制的这个应用程序对美国的侵害。这个法案其实是给 TikTok 量身定做的。按照美国这个立法的程序你这个立法过程，首先是由于美国国会中间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下面的委员会先搞出了一个法案来。这个法案呢，在这个委员会你要表决，表决通过之后呢，那你就可以提交到众议院或者参议院进行表决了众议院表决完了之后，你就拿到参议院去；参议院表决完之后，你就拿到众议院去。这国会的参众两院必须全部通过这个法案，才能提交给美国总统进行签字。美国总统这个时候呢，既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如果要是同意了，这个法案就算通过了，在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件。美国总统如果是不同意，那这个法案就又回到了美国参众两院这个时候参众两院还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拉倒了，美国总统否决了吗？还有一个选择呢，就重新进行表决。这回表决的时候就要求高了，原先通过一项法案的时候呢，50%通过就可以了。现在如果达到2/3多数，参众两院都达到2/3多数就可以否决美国总统的否决令，这个强行通过变成了一部法律但是如果你还只是简单多数的话，那就不能成为一个法律所以这是一个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非常微妙的平衡所以这部法案在3月7号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就正式迈向了一个立法的第一步。所以 TikTok 就急了吧，在美国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给美国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你想想，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自己选区选民选出来的，所以选区选民对他们的意见一般来说会构成较大的压力所以 TikTok 当时也是放手一搏但是没想到3月7号这一天这个法案在他这个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表决过程中，以50-0的这样的一个悬殊比例通过了。也就是说 TikTok 当时这样的一个放手一搏呢，至少在3月7号这一天没有显示出效果Breaking news, Capitol Hill, where the House just passed a bill that could ban TikTok.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passed a bill that would ban the Chinese-owned app here in the U.S. unless TikTok is sold to an American company within 6 months. Our intention is for TikTok to continue to operate, but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TikTok 跟美国立法机关在过去的几年里围绕着 TikTok 在美国这个如何发展，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层面的斗法TikTok 我们刚才讲了，在美国现在有1.7亿用户这1.7亿用户可不得了，要知道美国的人口还不到4亿那你要除掉未成年人，还有很多文盲不太懂的是吧？也就是成年人中间其实大多数
60%-70%的人手机里都下载了 TikTok。在过去好多年以来啊，它一直是美国的应用商店里数量最多的这么一个应用程序啊。但是随着 TikTok 在美国的发展呢，在美国国内也迎来了一些质疑声啊。很多人就质疑说 TikTok 有可能干预美国的政治运作啊。你比如说啊，在4年前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很讨厌川普嘛，他们就在 TikTok 上发帖子或者发视频，号召叫占座运动。什么叫占座运动呢？因为这个川普不是要搞演讲吗？要预约一个这个会场嘛，这会场有2万个位置啊，他们先去预约位置，预约完了之后呢不去，然后川普到现场的时候，2万人的位置只有去了3000人，是吧？这搞得他的影响力就变小了吗？所以你看，这就是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呐。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国会就进行过一轮讨论，就是讨论呢，就是要求 TikTok 出售他自己手中的资产，否则的话就会下架啊。结果这个过程在2020年的时候啊，讨论来讨论去啊，没有变成一部正式的法案。后来因为拜登上台之后，他也不支持这项法案了，结果呢，这个法案就难产了。到2022年的时候啊，当时又有一轮质疑，这质疑当时那个 TikTok 美国的那个总裁叫周受资吧，还专门到美国的国会去做了听证吗？还发了言呢。当时呢就讲，说是美国的联邦政府雇员手机和办公电脑上不能下载这个 TikTok， 讨论的主要是这个话题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美国一共有37个州相继出台了法律，禁止联邦雇员用自己的手机和办公电脑下载 TikTok。但是这一轮到了2024年的时候啊，等于 TikTok 的这个反对意见声浪更大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专门出台了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跟4年前又差不多了。它是要求 TikTok 必须全面进行资产剥离。所谓资产剥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ikTok 你必须跟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完成完全的资产隔离，也就是说你得卖掉。你不卖掉的话 ，TikTok 在美国的应用商店里就会被下架。那么苹果啊、谷歌啊就不能再把这个 TikTok 的软件放在那上面去了。那这对 TikTok 来说，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嘛。这就是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的来龙去脉啊。那么呢，3月7号这一天啊，这个美国的能源与商业委员会表决通过之后呢，3月13号这一天呢，美国的众议院啊也进行了表决。这次表决的过程中呢，是352票赞成，62票反对，应该说是压倒性多数啊。你要知道，在美国的众议院里头，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那席位是差不多的，那你352票赞成啊，那就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啊，在封禁 TikTok 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大致达成了共识。一共只有62票反对嘛，这62票反对中间有10几票是来自于共和党，有50票左右来自于民主党啊。但是毕竟是一个绝对的少数啊。当然也有人说了，之所以会有60多票反对，也是因为当时 TikTok 放手发动群众的结果啊。那么我看了一下，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你别看啊，它是由美国的能源和这个商业委员会啊，它发起的，但其实它的背后操刀人是另有人选。这个操刀人呢，是有一个叫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他操刀搞的。这个特设委员会啊，它并不是一个美国众议院中间的一个常设组织，它是个特设委员会。大家看了，特设就是设立的设啊，它成立于去年1月份啊。它又是怎么成立的呢？它更早的时候，实际上是4年前，美国的共和党有一个议员叫麦卡锡，他呢鉴于美国跟中国之间这些年关系非常紧张，就成立了一个中国特别小组。这一共有14名美国的共和党议员组成啊，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台湾问题中国经济入侵问题维吾尔族问题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共和党成了美国这众议院中间的多数党了嘛，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中国特别小组升格成立成一个叫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这个特设委员会一共有24名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组成13名来自于共和党，有11名来自于民主党这24名这个国会议员呢都有点来头，其中有3名是来自于拨款委员会，有8名来自于军事委员会，还有4名呢来自于情报委员会。所以你别看他这个人员不多，但是能量很大。尤其他这个头
头今年是39岁，叫加拉格尔。这加拉格尔啊，很年轻啊，就今年只有39岁啊，在美国当过7年的兵。他是一个美国众议院国会议员中间长期以来的对华鹰派人物啊。他当了这个中国特赦委员会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委员会啊，讨论的内容都是公开的，你都可以看到啊。排名第一的就是 TikTok 的问题，第二的就是台湾问题，第三的就是维吾尔族的问题啊，这7、8个议题啊。所以他们这个特赦委员会成立之后，操刀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TikTok 的法案。据他自己讲啊，他们搞这个法案的时候啊，还搞了一点保密措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要是不悄悄咪咪的讨论的话啊，那么因为美国的众议院啊、参议院外面的都有很多所谓的院外游说集团，他担心啊，说这个游说集团去游说啊，导致这个法案最后就通不过啊。They're really weaponizing the swamp against legislative action. Over $500,000 spent last quarter alone on 7 different lobbying firms. It's disgusting. Former members of Congress lobbying on behalf of TikTok. By the way, that should be illegal. Members of Congres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lobby in general. 所以他们这个特赦委员会呢，把这个 TikTok 的法案拿出来之后呢，由于他特赦委员会没有法案提名权，于是就把这个法案交给了能源与商业委员会进行表决。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如此啊。那么我们接着来分析啊，就这个法案过程中间的内容大概有哪些啊，或者是理由有哪些啊？那么为什么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封禁 TikTok 呢？这里头主要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影响操纵舆论。所谓操纵舆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都知道 TikTok 它是一个算法推荐嘛，这个算法推荐就是这个算法本身它对人性的认知。他觉得你一个人有可能对什么感兴趣，他就给你推送什么信息。那么这个推送什么信息就决定你看什么内容，你看什么内容点击量高低就成为了一个这个新闻或者说这个视频本身传播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数值。这就是现在新媒体的一个传播特征嘛。所以呢，他们说操纵舆论就在于说 TikTok 啊，它其实通过算法推荐进行人工干预啊，就操纵就是一个人到底可以看到哪些信息，然后呢决定了这个信息啊，影响美国社会舆论。比如说他们举了个例子，说美国这次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战争过程中啊，在 TikTok 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那这个跟中国政府的立场有关呐。你中国政府不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吗？你不支持以色列吗？所以美国也有人专门去研究，说 TikTok 的这个舆论的这个特点呢，跟中国政府的言论呢，或中国政府的立场啊，如出一辙，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就证明它是控制舆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收集公众信息。收集公众信息啊，实际上是现在互联网公司普遍的做法。那你想想，谷歌也收集吗？其他的那个 Facebook 也收集啊。因为你不收集顾客的信息啊，你也很难进行现在的算法推荐嘛。因为现在的算法推荐其实不仅仅 TikTok 搞，其他也都搞。第3个方面呢，就是暴露个人的这个个人信息以及跟踪定位啊。这个在2年前那个联邦雇员的那个法案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很长时间啊。大致就是这么3个理由啊。那么如何看这个3个理由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3个理由多少有些牵强。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啊，也指责 TikTok 有可能成为中共操纵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或者利用的平台啊。在这个过程中间，美国的情报机构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共的确利用 TikTok 啊，获得了美国的情报。那最后呢，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说啊，关键不在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而在于中国政府可能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啊，TikTok 现在在美国构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啊，它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尽管现在没这么做。为什么说提供了一个可能呢？因为 TikTok 虽然说是一家公众公司啊，但是中国政府啊，在 TikTok 里头啊，有这个1%的黄金股在董事会里。这1%的黄金股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随意干涉 TikTok 这个本身的自己内部的算法啊，或者说内容传播啊。大家都知道，抖音在中国内部是完全受控制的，因为中国政府随时审查它的后台数据嘛。那么关键是 TikTok 在美国，中国政府能不能控制它呢？那么 TikTok 本身自己认为不能，
因为 TikTok 花了15亿块钱啊，在美国建了一个独立的数据库。他自己的那头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数据库跟中国之间是完全隔离的，你们不需要担心。Over the last 3 years, we have spent billions of dollars building out Project Texas, which is a plan that is unprecedented in our industry to firewall off protected U.S. data from the rest of our staff. And I'm asking about all of the data that you collected prior to that event. Yes, Senator. We have started a data deletion plan. I talked about this a year ago. We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phase of data deletion through our data centers outside of the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we're beginning phase 2, where we will not only delete from the data centers, we will hire a third party to verify that work. And then we will go into, for example, employees' working laptops to delete that as well. Was all of the data collected by TikTok prior to Project Texas shar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s? Is that country? Senator, we have not been asked for any data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never provided it. 但是呢，现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包括美国很多情报界的人士啊，都担心说这个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个彻底的隔离。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要想出售 TikTok 的话，是不是需要中国政府点头啊？肯定需要中国政府点头啊。中国政府不点头 ，TikTok 能出售吗？那不可见中国政府还是能控制 TikTok 吗？所以啊，他们就认为，尽管 TikTok 做了数据隔离，其实中国政府仍然可以控制 TikTok，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但说归说，做归做啊，我认为这件事情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一个证据基础上。那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自立国以后啊，美国有一部宪法，这个宪法有一个宪法的修正案，宪法的修正案的第1条就规定了，国会不得通过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案，也包括不得设立特别国教的法案啊，这是美国的宪法中间熠熠生辉的条款。那么在美国立国的这200多年啊，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啊，他都有一种制度自信。这个制度自信在于什么呢？在于其实你们这个制度啊，不管你怎么控制，你其实在一个美国强大的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过程中间，你都没有办法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构成真正的竞争和威胁。你就比如说美国当年跟前苏联，前苏联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宣传的，美国是不怕的，因为前苏联的那种所谓的宣传机构啊，所谓的宣传机器啊，在美国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市场过程中间毫无竞争力。也包括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里，现在也有支持毛泽东的那个毛派吗？他们也出版书籍啊，美国不在乎啊，因为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市场里面是包含着反对美国的社会制度的言论的，甚至可以包括外国政府的那个操纵性的言论的，因为美国的过去的所有的这个制度自信都来于，尽管你有这样的内容，你在美国做宣传也不可能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 TikTok 的事件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可能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有可能对美国社会构成真正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构，就是 TikTok。它在美国今天已经有了1.7亿的用户，未来可能会更多，甚至有可能到美国人手1台手机中都下载 TikTok。那么它一旦要是被中国政府控制了，美国就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说到底，其实这部法案呢是一个预防性法案。这个预防性法案呢，就是说我感觉到有威胁了，或者说我甚至还没意识到这个真正的有证据的威胁，但是我感觉到威胁，我要立部法。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美国在911之后通过的一系列的立法，就是可以对公民的一些信件进行审核啊，或者监控啊。但是不一样的是，911是美国实实在在受到了伤害啊。但这一次 TikTok 呢，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就已经开始预先立法了。所以啊，其实这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说明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制也好，政治体制也好，它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者说它这个模式的输出物，开始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真正开始构成了某种威胁。这是我对 TikTok 事件啊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它不是一个简单法律层面的。当然了，我们说回到具体层面啊，如果这部法案啊最终在参院也通过的话啊，现在有人说在参院通过的概率很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因为参院有100名议员呢，这100名议员呢 ，TikTok 也会搞很多院外的游说集团，试图去说服他们啊，游说他们不要通过啊。但即便通过之后啊，那么美国总统很可能会签署，因为拜登已经说了他会签署啊，那么就真的会变成一部法案。那么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按照这部法案的规定呢，它会有180天的时间给 TikTok 来出售自己的资产，然后呢有165天的时间去上诉啊。但是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未来发展，假如说到这一步的话啊，那么 TikTok 也不会出售资产。为什么呢？因为早在几年前呢，中国政府就已经把所谓的算法列为中国的出口管制项目。因为中国政府认为 TikTok 的这些大数据的管理以及算法本身涉及到国家安全，因为是绝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内容，它绝对不会出售，不会允许 TikTok 出售。所以 TikTok 即便想出售，它也不可能出售。所以 TikTok 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在美国跟美国的参众两院打官司。那么如果他打官司的话，那么有没有胜算呢？或者说他打官司需要遵循哪些法院的条款进行去诉讼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条啊，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1条，就是国会不得通过立法来限制言论自由。那么你其实对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禁止啊，有可能涉及到违反第1修正案的法案，这个官司有可能打很长时间，甚至有可能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其次呢，就是比例原则。就我刚才讲了，就现在国会制定这部法案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确凿性的信息证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 TikTok 来控制了美国的舆论，甚至说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运作，也都是假设性的嘛。那仅仅基于一种假设，你就把这个整个这么一个软件1.7亿人在使用的软件给彻底下架了，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呢？你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你原先限制联邦雇员使用，比如说你能不能把那个 TikTok 的那个数据中心啊设在美国之后，有更强的政府监管，保证它跟中国政府之间实现信息隔离，可不可以做到这个？如果你做到这个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下架这个软件了呢？其实这个里头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空间是蛮多的，就是说你不符合比例原则。第3个方面就是平等保护嘛。所谓平等保护， TikTok 是一家来自于中国的企业。那如果你认为只要来自中国的企业都受中国控制的话，所有中国企业在美国都不可以，或者说都要受到某种歧视的话，那是不是违反平等保护呢？按照美国的这个宪法原则来讲，只要在美国进行的生产活动或者是商业行为，它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受到歧视。那你怎么做鉴别呢？因为 TikTok 理论上来讲，它就是一家公众公司，只不过中国政府在那里有1%的这个黄金投票权而已。那你其他行业呢？是不是都要用这个原则啊？那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司有的打，能不能打得赢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官司有的打。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在未来啊 ，TikTok 在美国这个社会啊，它的前景啊还充满着不确定。但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其实美国国会全面禁止 TikTok 的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就在我看来，要想防止 TikTok 跟中国政府之间啊做信息之间的完全隔离，还有其他的努力没做。就用我自己的观点来讲，你比如说，能不能把 TikTok 本身自己的在美国的数据中心呢，变成有一个更强的第三方监管，保证这个数据中心的数据啊跟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完全隔离，就像中国的苹果搞那云上贵州一样嘛。在美国可以搞一个云上拉斯维加斯吗？这拉斯维加斯如果完全受美国政府的监管，那可以保证这信息的独立性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全面禁止 TikTok 的话，理由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充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Breaking news: Capitol Hill, where the House just passed a bill that U.S. could House of ban Representatives TikTok. has passed a bill that to ban the Chinese-owned app here in the U.S. unless TikTok is sold to an American company within 6 months. Was all of the data collected by
TikTok prior to Project Texas shar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s of that country? Senator, we have not been asked for any data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never provided it. We believe we can overcome this together. I encourage you to keep sharing your stories. Share them with your friends. Share them with your family. Share them with your senators. Protect y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Make your voices heard.